5月14號呢，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外廣場上，21響的禮炮轟鳴，3軍儀仗隊呢列隊整齊，紅毯鋪就，兒童方陣助陣。中方以最高規格的國事訪問禮遇迎接了美国总統特朗普。隨後呢，两國元首呢舉行了長達2個多小時的正式會談，明確了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這一全新的定位。反觀過去的大半年，日本領導人高市早苗呢多次釋放訪華意願，北京方面卻始終沒有鬆口。同樣是大國外交，為何待遇差距如此之大？這背後的深層邏輯值得我們仔細剖析。大家好，我是謝飛，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這次的中美會談啊，最核心的成果就是雙方敲定了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這一新的定位。中方呢用4個應該是清晰界定了這一框架的內涵，就是以合作為主的積極穩定，以這個競爭有分寸的良性穩定，分歧能管控的常態穩定和和平可期待的這個持久穩定。你看，說白了，就是給這個中美關係定了一套規矩啊，競爭可以有，但必須呢守住底線；分歧呢難免存在，但絕不能失控。中方呢也明確表態說，這個定位呢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而是要落到具體行動上，為未來3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的這個雙邊關係提供明確的戰略指引。那除了這個新的定位雙方呢還確定了這個一項務實合作的安排，那就是相互支持共同辦好今年的 APEC 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和 G20的峰會。今年對中美關係來說算得上是一個大年兩國恰好呢分別主辦這2場全球最重要的這個多邊的峰會。那中方呢主動承諾將在多邊的平台上配合美方推進議程。這對眼下內外交困的這個美國政府來說，這份支持的分量可不輕啊。當前呢，美國正處於中期的選舉年，國內的壓力應該說是巨大，中東局勢呢遲遲得不到解決通脹高企這個財政赤字攀升，加上政治極化，讓白宮呢是疲於應對。那通過訪華呢獲得中國的認可無疑呢能為特朗普的外交成績單添上關鍵的一筆。那麼和對特朗普的這個熱烈的歡迎比起來，日本的境遇截然不同高市早苗呢，自從去年10月上任以來呢，已經不止一次表達過想要訪華的這麼一個意願了。但是呢，你看北京方面呢，一直沒有給出這個積極的回應。這其中的關鍵問題就出在涉台問題上。在2025年的這個11月7號，那麼高市早苗呢，在日本的众議院的預算委員會答辯的時候，就公開表示說，要是台海呢發生這個武力衝突，有可能就構成日本所謂的存亡危機事態。這話的意思就很明顯就是日本或許會動用集體自衛權插手台海事務。那這番言論呢，直接就觸碰到了中方最為敏感的紅線。那中方外交部的第一時間就召見了日本驻華大使提出這個嚴正的交涉，要求日方收回這一錯誤的言論。那麼到了11月中旬呢，日方呢派出外務省的亞洲大洋洲局的局長金井正章呢這個前往北京溝通協商當時我在前面这個視頻當中也給大家詳細的分析了但是中方的亞洲司的司長劉劲松呢，在會談結束之後呢，明確表示對這次磋商的結果當然不滿意，會談的氛圍也很嚴峻。在那之後的幾個月裡邊，中方多次敦促日方糾正錯誤，可是日方呢始終沒有給出能讓中方滿意的實質性的回應。高市早苗呢惹惱中國的事兒還不止這一件，他上台之後呢，全力推進這個修憲擴軍，2026財年的防衛預算達到了9萬億日元，實現了連續14年的增長，還提前呢2年完成了防衛開支的這個佔 GDP2% 的目標。大量的資金就被投入到遠程打擊武器的採購、高超音速武器的研發以及宇宙作戰集團的這個組建工作當中。日本的這個軍事路線已經就從原來的專守防衛徹底轉向了這個進攻性的姿態。今年4月呢，這個日方呢又在外交藍皮書當中將中日關係的定位從這個最重要雙邊關係之一就降格為重要的鄰國。你看。這一系列的操作層層疊加，就徹底摧毀了中日高層開展對話的這個信任的基礎。更為關鍵的是，眼下呢，華盛頓方面呢也沒有為高市的冒險路線撐腰。
那麼此次的美方領導人呢訪華前後呢，多次明確表示不希望台海出現動盪啊，反對任何一方單方面的激化局勢，這無疑是釜底抽薪。高市原本啊想借着美日同盟的旗號，在涉台問題上呢步步緊逼，可回頭才發現自己所謂的這個靠山並沒有站在他這邊。你看兩相對比就能明白，這個中美之所以能夠坐下來是吧，好好談，根源在於两國作為一個全球最大的两個經濟體，有着足夠多的这个共同利益。那这些共同利益呢，就是双边關係的這個壓艙石。不管是能源、核不擴散，還是中東穩定、經貿合作，兩國的相互依存度都很高，誰也離不開誰。中方呢，通過明確的新定位，配合多邊的議程，換來了大國競爭與合作當中難得的這種穩定的窗口。美方呢，則在這個國際舞台上呢，獲得了一個關鍵的戰略支撐。那這是一筆啊，雙方都能夠算明白的賬。而日本眼下呢，根本就拿不出同等分量的籌碼。日本的這個 GDP 呢，這個年均增速只有1%左右，政府的債務率高達229.6%。那麼在發達國家當中呢，排名第一。戰略方向呢，又偏向對抗。不僅不能為這個地區發展提供一個穩定的預期，反而一直在加劇周邊的緊張局勢。那麼在這個 APEC 等多邊的平台上呢，日方的影響力也不足以撬動核心的議程。所以說到底，外交呢從來不是靠這個表態就能夠做好的，本質上是實力與誠意的交換。那這次呢，中美之間的握手與中日之間的這個冷遇，恰恰清晰地印證了這個道理。那未來局勢如何發展呢？關鍵就看各方能拿得出什麼樣的實際行動了。好，感謝收看今天的謝飛觀察，也希望各位呢點關注，我們下期節目再見。